吓我一跳！堂堂大理寺卿，干这种偷偷摸摸的事儿，你不也是一样吗？查到什么没有？待我谈谈。饭菜、胭脂、蜡烛、酒。没有秽物的味道，那种味道，即便房间被打扫过了，以我的鼻子也是能够闻出来的。不大可能是在这个房子里吊死之后，再移到戏台上的。你就没闻出别的什么味道来？都是这个房子里本该有的味道，没什么特别的地方。出去看看。这婚房离戏台倒是不远。按理说，柳氏自杀一定会自备凳子。不过，这只旧凳子，也不太像是婚房里的东西。婚房里只有带靠背的椅子，不方便挪动，也不方便用来上吊。据巧儿所说，新娘应该没有离开过婚房。那这只凳子，会不会是凶手为了伪造自杀现场而从别的地方搬过来的？前2天啊，新娘死在戏台里，可吓人了。这2天都没睡好觉。我也是。我在想要不要离府了，天天做噩梦。两位姐姐，忙着呢。来坐。好。这个，弟弟打听点事儿呗。像这种凳子，在咱们府上多吗？这样的凳子在府上一模一样的有很多，谁都有可能搬出来坐会儿晒晒太阳。那昨天晚上在这个厨房里头，一共几个人呢？昨晚就我、真儿、莲儿、掌勺的他们都回去休息了。那中间有没有什么人过来帮忙？昨晚大家都忙得很，活比较多，我没太注意。对了，巧儿姐来过。对了，你不说我都忘了，人家巧儿可是老夫人眼前的红人，昨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跑到后厨我们这种粗人待的地方帮忙。巧儿姐是好心，好心？她心里想的什么我们还不知道啊？人家可是过好日子的人，心高着呢。平时不是贴着老夫人，就是贴着气颜公子，说不准就是他想上位才杀的人。你别胡说。真儿，你一个粗使丫鬟怎么还帮着他说话呢？真以为傍上他就能攀上高枝了？我没有。两位姐姐，别吵了，没必要。喝茶。那这个巧儿帮工了多久之后再回去的？当时大厨做了一道羊肉锁饼，大概只有2刻钟吧。之后我就和他一起回的婚房。我可以作证，巧儿姐什么都没有做过。那你和他回婚房的时候有带凳子吗？我们当时都端着菜，
而且看见尸体的时候，那个凳子就已经在新娘脚下了。喝茶，喝茶。如果按他所说，巧儿在厨房里待了2刻钟，那就意味着我和甜甜送完钥匙之后，巧儿在婚房里待了不到半刻钟的时间就进了厨房。这么短的时间不够他行完凶，再将尸体运到戏台。如果新娘在新婚3天内死亡，无论出于何种原因，都不得报官。凶手必然就在这7人之中，到底会是谁？这边房梁居然没有灰尘，栀子花香，是婚房里的胭脂味道。新娘明明是在房梁下吊死，胭脂味怎么会留在房梁上？难道她还爬上过房梁不成？看来是凶手将昏迷的新娘脖子上套上绳子，平放在房梁上。新娘稍有翻身，就会失去平衡，滚下房梁，形成上吊的效果。这就对了，这就像一个定时的杀人装置。这么做就是为了让自己有不在场的证明，也不对啊。这么高的房梁，凶手是怎么将昏迷的新娘给运上来的？除非他会功夫。不见得，用梯子不就行了吗？你怎么到处乱窜？你不也总是上蹿下跳的吗？你看来对这里也很熟悉嘛。彼此，打把手。扶实点啊！凶手是踩着梯子上的房梁。虽然柳氏身材娇小，但一个女人也很难把她抱起来。徐老太太肯定抱不动，府里的丫鬟们也都很勉强啊。许倩和管家一直在前庭，厨师一直在厨房，他们也没有时间作案。那最大的嫌疑人就是那个逍遥子。昨晚他全程不在席上。要说动机，那也有，因为只有不停的死人，他才会不停的赚到钱。所以他客居灵州，一直围着徐府转悠。我现在就去好好会会那个逍遥子。杀人了！杀人了！哎，快把梯子收了，快走！尸体上有余温，应该是刚死不久。可发现什么端倪？我已搜查过四周，并未发现有可疑的人。连大师都死了，这冤魂也太厉害了吧！住口，还不退下！连大师都死了，难道这府上真的是有冤魂在作祟吗？夫人莫急，明日我去找一位更厉害的道长前来做法。哎，胡来了呢？我也没看到。
怎么回事？又死人了？大晚上的，你怎么跟他在一块儿？我方才迷路了，多亏了许公子，我才找到回来的路。甜甜，你，添什么乱？来呀！死者颅骨断裂，生前应该遭受过强烈的撞击，是被人打死的。这么看来，冤魂索命只是个幌子，真正的凶手就在这个院子里。徐府过往所有案子的卷宗都在这里了吗？是的，大人。我今日以大理寺的身份去官府，把所有的案件全部调过来了。在这些过往案件中，有投河自尽的，这是被火烧死的；还有被利器所杀的，有在花园惨死的。这些死法各不相同，会不会真的只是自杀？何以见得？如果真的是被某个人所杀，应该不会反复变换作案手法才是。那也未必，之前也有过会不断变换杀人手段的连环杀手。这几起案件，死者死法虽有不同，但他们都是贫苦人家的女儿。许七言的新娘也都年轻貌美，而且从画像上来看，这几位都跟他有点相似之处。这不是很正常吗？许七言喜欢云烟，所以后来找的都是代替品。凶手要与老许家有断子绝孙之仇，所以他娶一个杀一个。哦，对了，大人，今日我去官府领相关卷宗时，被一个书生拦住，他说有重要职务要交付于我等，我已与他约定于今日未时在书信摊会面。如今时辰已尽，我们不如赶紧出发吧。备马。姑娘慢走。谢公子。那几天膏药啊，这位是大理寺卿胡大人。好差不多了。见过几位官人。关于徐府的事情，在下有几个疑点，想向各位汇报。什么？说中的那么好吗？不愧是关老爷，一语中的，正是此理。可这又与你有何关联？你是与徐府有仇，还是说你要讨一份通报的赏钱？以后别喝了酒，老往那徐府旁边领我也是受城中街坊的那情况。是李作将军府，那一家人死的老惨了，你知道吗？那现在驱鬼的道士都死他家了。这许家人太奇怪了，鬼宅都敢买，哼，真是晦气。咱不聊这些，咱快回家。可以，走，走。当年发生的那起灭门案，
还是历历在目，邻里乡亲全都知道，甚是苦闷。走着，这次你整了啊，没问题。那府上发生了太多事了，闹得是人心惶惶，总希望能早日有个说法。可这到底是风水不好啊，还是背后有恶人在作祟呀？云英夫人喜欢玫瑰，齐延公子就为她修建了这个花园。云英夫人喜欢唱戏，齐延公子就为她修建了这戏台。哦，还有这个妙音斋，也是因为她才叫妙音斋的。那巧儿，云英是怎么死的？我来府里的时候，她已经过世很长时间了。虽然外面的人都说她是冤魂害的，但府里的老人都说好像是病死的。那你知道是什么病吗？好像是肺病。肺病。那云英过世多久之后，许希言才开始娶妻的？差不多过了个3、4年吧。3、4年，好像也不算太迫切。据说云英夫人刚去世的时候，她心里难受，整日沉迷于制作纸人。后来有一天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她把所有的纸人都烧毁了，只留下了一具与云英夫人最相似的，留在这个妙音斋里，日日与那纸人对望。柳氏的葬礼定在明天。公子，你有所不知，老夫人发话了，柳氏的葬礼一切从简，今晚就要下葬。天黑借道，死者为大。阴人上路，阳人回避。天黑借道，死者为大。阴人上路，阳人回避。你怎么搞的？棺材坏了，你赔得起吗？我哪知道，天这么黑。没事儿，关上就行了。啊！滚啊！大人，尸体找着了吗？找不到也找不了，现在灵州的捕快都忙不过来了。忙不过来？不是为什么呀？哎呀，你嚷嚷什么呀？灵州近郊刚平息了一场山匪作乱，官府全都去大力搜捕余寇了。那也不能把我们的案子晾在这儿吧？就是。对他们来说，这就是一个小小的新娘尸体失窃案，办成了也没什么奖赏。那边可是上了通缉令的要犯，抓到了是有重赏的。这帮见钱眼开的废物，太过分了。那棺材呢？你们看到了没有？我们去看了那口棺材，棺材里没有尸体，也没有撬动钉子的痕迹，这说明肯定是在封棺前就被掉了包，所以柳氏的尸体应该还在徐府。这样，我们分头行动，分开来找，晚上去我房间会合。等等，怎么了？我们糊里糊涂配合一下。许公子，这下雨天，你为何不在屋里休息，
反而跑到这儿来浇花啊？这花是水命，水浇的越多，生得越好。这是云英刚才告诉我的。敢问许公子，先前的几位夫人都是怎么过世的？是云英，是云英杀了的。可云英夫人已经过世那么长时间了。你不懂，我和云英心意相通，她还在这儿，只是不想让你看见她。也有道理，毕竟那晚我也确实在戏台见到过一个人影，对吧？你也看见了，只有你亲眼看见，你才知道我没有骗人。云英她舍不得我，一如我放不下她。好痴情的男儿啊！这就是进府第一晚，我起夜时见到的那身戏服。这些都是在妙音斋里的小楼找到的。奇怪啊，你说这也不像是女人的尺寸啊，莫非云英比寻常女子高大？如果纸人的尺寸是按照云英来做的话，那她的身形应该和甜甜类似。不过这件衣服看上去倒怪像男人穿的。难道是许七言？有这种可能。若是这样的话，我进府第一晚看到那个唱戏的女子，就是许七言假扮。这个许公子，他的爱好还挺奇特的。大人，啊，大人，您这是？你有事说事啊，大人，府上能查的地方全查过了，还是没找到刘氏的尸体。据我这几天的观察，这座府邸外面看小，进屋里看大，估计这府邸里面有密室。曾生，书找到了吗？哦，大人，果然如您所料，在灵州往东郊外的鹿泉宫里找到了这本书。往生圣咒秘法。这本书我看过，书中讲的是一种往生复活咒，施咒者及其5个命格不同，且都与之拜过天地的新娘，复之以5行相生之道，便能召回心中所想之人，还魂到与被招之人同命格人的身上。来，给我看看。难道是许七言想用娶妻之名来复活云英？昨天我看了所有被害新娘的信息，她们分别是金命、土命、水命、火命、木命。逍遥子，外地来的道士，或许他并不知道此事，也许他正是发现了许七言杀人，才会被许七言灭了口。哎，你不是说你没来过灵州吗？怎么会知道鹿泉宫的事？我之前听说过，当年这个孙承景
担任监察御史，巡视灵州时，便下令修筑鹿泉宫，以供百姓朝拜。然而，当地也有官员上书，称鹿泉宫内有人传播邪法，暗罗信众，图谋不轨。只是这些折子都被孙承景压了下来，那些官员或被罢官，或被贬职调任。所以说来到这儿啊，总感觉今天发生的这些事情或与鹿泉宫有所关联。你们来看啊，这本书提及的火命分为7类，乃霹雳火、炉中火、复灯火、天上火、山下火、山头火，还有这个天神火。天神火，天神血火，普照苍穹，既蒙此光，永驻乾坤。天神血火，普照苍穹，既蒙此光，永驻乾坤。对，就是这句话。福来酒楼的杂役在自焚前喊的口号，哎，你们还记得吗？在大牢里的时候，血神教徒们也嚷嚷过类似的。难道是说鹿泉宫也和血神教有关？哎，这么晚了，甜甜怎么还没回来？甜甜什么命格你们知道吗？金命。云音也是金命啊。那从许七言的角度来说，甜甜就是云音还魂的宿体，所以现在甜甜很有可能被他所抓，用来还魂。若是这样的话，甜甜现在应该跟柳氏的尸体藏在了一处。此刻甜甜绝对被关在密室中，可是徐府这么大，我们上哪找密室啊？我知道。走。快进去！娘亲，我不要进去，爹爹有危险，我要去救爹爹。你爹爹可是大将军，武功盖世，他一定会把那些坏人赶跑的，相信娘亲啊。走。怎么这么多纸人？而且这些纸人和妙音斋里云音的纸人一模一样。上回棺材里掉出来那个纸人也长这个模样。甜甜，还有脉搏，应该只是中了迷药。邪法欺我，世间再无云音。多痴情的人呢！李剑兄，这间密室除了你，只有他才知道，所以凶手应该是畏罪自杀了。复活术不行，就失去信仰了，畏罪自杀了。
这也太顺了吧！破案不像说书那样一波三折，这应该就是做法失败，心智大乱了。是你，你还来做什么？话说这许七言在无意之间得到了一本《故国往生录》，书上有写啊，他要连娶5个命格不同，且和他拜堂成亲的女子，便可复活一个人。大家知道这个人是谁吗？当然是他的爱妻云音了。所以他痛下杀手，夺取了6个人的生命，6个呀！哼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像许家公子那般用情至深的男人也不多了，哎，为个戏子值得吗？这自古以来，女人就是祸水。许家这么大产业，这次怕是要败了。哎，可不是嘛。那云音夫人也没做错什么，怎么就成祸水了？你懂什么呀？要不是因为他，许公子会杀人吗？那也不是云音夫人让他杀的呀。许七言但凡娶个良家女子，就不会落得这下场。是，他说的对。哎呦，少在这议论是非，都给我滚蛋！哪有什么关系？曾生，叫建兴快上车。建兴兄，快上马车吧，大人已在车内等候许久了。来了。小公子，小公子，对不起，我也没有想到齐言公子会做出这般事情。待宋姑娘醒来，你替我转达一声歉意。好，小儿，你也别太自责了。那你之后有什么打算？徐老夫人待我不薄，如今少爷去世，徐府又发生这般变故，我自然是要留在他身边照顾他的。如此甚好。之后有机会，我再回来看你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。时间也不早了，该启程了。小儿，一定要保重。好，小公子，你也请多保重。走了。走吧。大鸡腿，好香。甜甜，我怎么在这儿？你刚刚中了迷药，我们一起把你救出来了。谢谢你们。甜甜，曾生当时可着急了，冲在了最前面。嗨，谢谢曾大哥。曾大哥，曾大哥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个是许公子留下的，他说是云音的遗物，我在昏迷之前特意给抓下来的。按照灵州的习俗，一般都是母亲给女儿的。不过这个看起来好眼熟啊！对不起，巧儿，我不是故意弄坏你的香囊的，我回去给你重买一个。
这是我娘留给我的遗物，多少钱也买不到的。娘亲，娘亲，哎，慢着点儿，怎么了？娘亲，帮我做一个一模一样的出来吧。这香囊是谁的呀？巧儿的。这可有点难度了，这不是一般的绣法。你看，它这个针脚针法极其考究，难度非常大。你别说娘亲绣不出来了，只怕咱们林州城啊，都没有绣娘能绣得出来。巧儿这么善良，应该只是巧合。奇怪，怎么了？先前与许七言聊天，我问他几任新娘都是怎么死的，他非常相信那几个人都是云阴的亡灵杀的，而巧儿姑娘，我来还钥匙。来了，谢谢，不客气。蜡烛的位置没人动过，我坐在这里，影子尚且达不到窗子的一半。那以新娘的身量，她的影子应该比我还矮小很多才对。走了。可那天我看到的影子，几乎达到窗户的中间部位。也就是说，那天坐在这里的人不是刘氏。可如果不是刘氏，还能是谁呢？是白色纸线，是纸人。当时我看到的柳氏，其实是纸人。如果这里摆着的是纸人，就说明巧儿在撒谎。你在洞房里服侍柳氏的时候，他有什么奇怪的地方？我们家公子一直神神叨叨的，新娘被吓到了。夫人，夫人，许七言离开后，柳氏应该是被下了迷药的，昏睡了过去。而巧儿整理完柳氏的衣物和首饰之后，就应该是把柳氏带到了戏台之上。
巧儿就算背他到了戏台，他比新娘也没有高抬头状态，他怎么把新娘送上房梁的？新娘的胭脂，我知道了。到了戏台之后，巧儿用绳子和幕布做了一个网兜，把新娘放到网兜上，拉到与房梁相近的高度。巧儿固定好新娘在房梁上的位置之后，再给新娘套好绳子，伪造一个新娘自杀的现场。然后他再回到婚房，把纸人摆到窗前。巧儿姑娘，我来还钥匙啦。巧儿，钥匙还给你，谢谢。不客气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好，你先忙。等甜甜回来还钥匙，看到窗前的影子，帮他作证，证明柳氏当时还活着。这说明，连甜甜丢钥匙，都是他设计好的，为的是帮他做不在场证明。如果按照巧儿是真凶的方式推理，那么许七言便不是凶手。那么他如何进入密室，杀死了许七言呢？许七言的血迹和血渍都被清理过。看来，所有的证据都清理了。腐尸、蜡烛、血，体香，
小公子。是巧儿的体香，带着桂花熏香的味道。就是这里，巧儿的体香留在了这里。巧儿是如何杀完人，还能离开密室的？或者他根本就没有离开，而是藏在了纸人中。甜甜，当时胡正义看见那个唱戏的女神，也是巧儿涂抹了浓妆假扮的，为的就是把闹鬼一事做实，误导大家。公子还是这么聪明，我就知道你会猜出来的。巧儿，我真没想到你心这么狠，伤害这么多无辜的人。无辜？谁是无辜的？这俩是你闺女啊？是，几两银子？大的5两，小的3两。不行，太贵了。这小的送到将军府做丫鬟，人家都不一定要。这小的不值，大的值啊！大的会唱戏，你把它卖到戏班子，这铁定不止这个价。这也太可怜了。 8两，这8两吧。姐，我不想跟姐姐分开。快点去！姐姐，我不想跟你分开。巧儿乖，巧儿不哭。等阿姐唱够2年戏赚够了钱，就一定赎你出来。你等着阿姐。是好听啊，声不错。哎，姐真漂亮啊，这段好啊。多谢啊，班主。这位公子有何吩咐啊？这位姑娘叫什么名字？云音。我想给云音姑娘赎身。娘子，喝了这杯合卺酒，你我便是夫妻了。喝啊！站住！别跑！云夫人，别跑了，跟我们回去吧。各位大哥，你们行行好，放我走吧，我给你们跪下了。别废话！不要带我回去！放开！放开我回去！放开我！娘子，不许再跑了，我会心疼的。你看，这是我新给你买的戏服，这颜色多衬你啊！你穿上一定美极了。娘子，我会让管家在府上修一个很大的戏台，
到时候你想唱戏，随时都可以唱。而且，我会让下人们在府上种满你所有喜欢的花，所有你喜欢的东西，我都会满足你的。但是有一点，只有一点，以后不许你离开府上，一步都不可以。乖。当时正值午夜，下人们都睡了。等他们发现失火，已经晚了。所以原因是被火烧。不，我是在帮他，我是在救他，我是在救他们所有人。他活着就只能痛苦，就像我姐姐一样。可我又没有能力放他们走，
我也是在帮他们。是那个道士，是他说姐姐可以复活。你问过他们的想法吗？这样的你，跟许七爷又有何区别？巧儿，我会去地府给他们赔罪，不让许七言再靠近他们。公子，你知道吗？那几年是巧儿最开心的日子。葵花糕真好吃，巧儿还想再吃一块。好，巧儿，你听话，我带你去吃桂花糕，所以，逍遥子也是巧儿姐杀的。逍遥子发现他杀了人，威胁他要钱，巧儿就把他灭了口。那他为什么不杀徐老太呢？想必是因为许夫人待他亲如骨肉，他下不了手吧？有道理。是你，你还来做什么？老太太，我来问您一些旧事，希望您可以如实作答。你问吧。当年，一众官员集体上书弹劾李作将军谋反，其中就有徐老先生吧？是，我劝过他，但他受人蛊惑，全然不听老朽的劝诫，朕不知是信还是不信。李将军被弹劾一事，还未得圣裁，便遭到了灭门之祸。虽然身陨族灭，但终究还是保全了一世英名。弹劾李作将军的还有谁？我就是一介女流，他从不让我掺和。不过什么？我倒是想起了一个人，在他们密会弹劾李将军的时候，我见过他。谁？就是跟你们一起来的胡先生。剑星贤弟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想和我说的？不，我只是回忆起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事，也想起了曾经许多未曾想到的事情罢了。原来是胡正义胡大人，大人您探案的本事早已名扬天下，今日一见，
果然名不虚传。没错，新娘是我杀的。灵州官府会审理此案，把我送到官府里去吧。你既承认得如此干脆，想必早已明了死之。如今许公子已死，即便将你送入大狱，想你也不会等到认罪伏诛的那一天。罪状我已全部写下，放到徐府的前厅了。哎，你又何必？好，我还想问你，李作将军和李夫人，他们生前有没有什么仇家？或者在出事前，是否与何人产生过纠纷？你印象中可有什么疑点？那时我才7岁，不过当时我在柴房里，好像隐隐约约听那些杀手说了些奇怪的话。什么话？好像是与圣人登基有关，不过具体的我也记不清了。那时我实在是太害怕了。原来如此，你有什么感悟？感悟？感悟倒是不少。我在胡大人身边学习到了不少断案的本领，思来想去，收获颇多。平地一声马屁，你一定是憋着什么坏呢？不过，这次的斋天灯大会，据说呀，有10几个国家的商队要来，好玩的事情还在后头。未来会发生什么？真是让人期待。